美军参联会主席的一句话，却让以色列指名道姓要拜登给以色列一个说法。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声 Talk。 美国五角大楼参联会作为美国总统制定军事计划和实施指挥的最高参谋机关，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实际上他一直被人看作是美军的最高行动统帅。可能因为此前在国会听证会上他客观评估了一下中国现阶段的军事实力，建议美国不宜现在就升级中美之间的冲突等级，然后他就被人盯上了。而如今呢，他更是因为一句话也被犹太人盯上了。以色列甚至指名道姓的找拜登要个说法。事情是这样的，从美国媒体消息来看，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在谈到关于伊朗核问题和中东战略的时候，声称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可部署的核武器。这话乍一听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就是因为这句话，马克米利却被以色列给盯上了。当地时间4月5号的时候4名以色列官员向美国发出抗议，说美军参联会主席对伊朗的讨论里边提到了可部署的这一形容词。那是不是说要是伊朗拥有的是暂时不能部署的核弹，那美国就允许了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就此改变了自己对伊朗的核政策，默认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现实呢？随后这4名以色列官员就对拜登喊话，要求拜登对此事做出解释。坦率地说以色列的这个反应摆明了是有一些借题发挥。一方面来说中国来了中东之后彻底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让美国原本布置好的一系列战略彻底改变了。这一点让作为外来者的以色列是非常的焦虑，他有严重的危机感，他需要看到美国有实质性的反应动作。但另一方面呢，就是美国面对逐渐被赶出中东的局面却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反而是准备有抛弃以色列的倾向。从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来看美以双方原本签有情报共享协议，但近期美国似乎并没有执行这个情报共享协议，甚至是存在着部分错误情报故意误导以色列。马克米利对伊朗原子能研究进度的判断是 CIA 提供的几个月内就能完成核武器的制造，然而 CIA 发现的这个情报却并没有共享给以色列，反而是让以色列莫萨德依旧拿着早些时候伊朗需要1到2年才能完成核武器制造的情报。美国到底是基于什么目的没有给以色列共享真正的情报，这个我们还真不太好说。虽然我们常常调侃说犹太人游说集团在华盛顿势力庞大，以色列呢是美国的爹，但有些事情一旦触碰到国家最根本的利益，那美国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近期以色列国内混乱，多场大规模游行示威都存在着美国身影的情况来看美国似乎正在尝试制造一个更听话的以色列政权，而以色列试图完善中央集权，防止权力分散被美国渗透的行动促成了这一次以色列国内的大混乱。我们现在也不好说美国试图将以色列打造成一个在中东盲目行动的新的乌克兰，还是要防止以色列可能在巴以冲突上让步，与巴勒斯坦和解，导致美国彻底被赶出中东地缘板块而安排的防御性措施。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到来的的确确是打乱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也让敌人内部变得是非常敏感，稍有一点小差池就会引发他们内部的互相猜忌和严重内部冲突。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